列文虎克他就凭直觉就相信，一定是有某一种东西把这些葡萄变成了酒，而且他相信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小的，要找到它们很不容易。于是呢，他就迷上了放大镜，因为放大镜可以把小的东西放大嘛，他就自己也学会去做放大镜，而且他做的放大镜放大倍数非常的高。但是即使放大镜的放大倍数很高呢，他还是看不到这些微生物、这些细菌。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一个新闻，就是伽利略发明望远镜的这个伽利略呢，他们用2片放大镜放在一起放在一个桶子里面，然后呢就做成一个望远镜，能够看到很远很远的东西。于是列文虎克他就想呢，如果我把2片放大镜放一起，能不能做出一个东西可以看到很小的东西呢？他就发明了显微镜。为什么我们人类吃下去的是饭，但是拉出来的却是屎？这个问题呢，古人一直以来都是搞不清楚的。众说纷纭，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呢，大致都可以分为2类。一类就是认为我们人的身体就好像一个手工作坊一样，比方讲像一个木匠店，然后你把这个木材就是食物搬过来，然后他就把这些木材给加工成需要的这些桌椅板凳这些东西，然后不需要的那些木材的废料呢，就把它给丢弃掉。这些食物也是进入我们的身体之后呢，需要的就被我们这个身体像这个手工作坊一样运送到它需要的部位。比方讲，我们古代认为吃什么就补什么，对吧？吃动物眼睛就补眼睛吃动物脑子就补脑子，然后那些不需要的呢，就是食物的废料，然后就把它排出体外。这种说法当然很直观，很容易理解，但是有很多不能说服人的地方。那你吃了动物的尾巴是补什么呢？而且为什么排出的那一部分是臭的呢？总而言之，相信这一派说法的人呢，就叫做机械派。还有一类就认为我们人的身体呢，像是一个熔炉一样就像古代有那个炼金术中国也有那个炼丹术一个炉子把不同的那些材料放进去之后呢，那些材料就会发生变化，因为温度的升高。我们人体呢就如同这个炉子，然后呢这些食物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就在我们身体里面发生变化，然后呢变化之后呢，需要的东西就被提取了这些精华，不需要的东西就好像燃烧过的那个木头的灰烬一样，然后就被排出体外。相信这一类说法的人就属于化学派。这机械派呢跟化学派呢一直都是相持不下，直到17世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学家的出现，他的名字就叫做列文虎克。列文虎克是一个真正的草根，他的爸爸是一个酿酒工人，而他自己呢曾经在布店里面当过学徒，后来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就是去市政厅守门当门卫。当门卫这份工作呢，给了他大把的时间去做他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这个葡萄是怎么变成酒的。古代欧洲酿葡萄酒跟我们中国酿酒是完全不一样的工艺，我们会用酒曲，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粮食变成酒，因为用了酒曲。但是葡萄变成酒呢，它不需要酒曲，因为葡萄本身它就有很多的这些微生物。列文虎克他就凭直觉就相信，一定是有某一种东西把这些葡萄变成了酒，而且他相信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小的，要找到它们很不容易。于是呢，他就迷上了放大镜，因为放大镜可以把小的东西放大嘛，他就自己也学会去做放大镜，而且他做的放大镜放大倍数非常的高。但是即使放大镜的放大倍数很高呢，他还是看不到这些微生物、这些细菌。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一个新闻，就是伽利略发明望远镜的这个伽利略呢，他们用2片放大镜放在一起放在一个桶子里面，然后呢就做成一个望远镜，能够看到很远很远的东西。于是列文虎克他就想呢，如果我把2片放大镜放一起，能不能做出一个东西可以看到很小的东西呢？他就发明了显微镜。借助显微镜的帮助之后呢，他就终于找到了这种小小的东西，叫做酵母菌。酵母菌是后来人的说法，当时列文虎克呢并不知道这种小东西就叫做酵母菌。但是列文虎克的发现并没有帮助化学派呢在消化领域里面就取得胜利，因为葡萄上面有这种酵母菌，人身体里面不一定就有这种酵母菌。相反呢，列文虎克的发现加剧了化学派跟机械派之间的争论。然后到了18世纪，又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斯帕兰扎尼。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就是把一个铁球中间给挖空，然后呢表面上呢有很多很多的小孔，然后他在这个小铁球里面呢塞满了肉，然后把这个小铁球呢喂给老鹰吃。他做了一个推论，如果这个老鹰吃了这个铁球之后，然后呢他再把这个铁球绑了绳子的再把它取出来，这个铁球如果里面的肉还在，就说明机械论认为人体消化的机械论是对的因为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加工厂这个小作坊，因为有铁球嘛，
那肉都在铁球里面只有小孔，所以呢取不到这个肉，所以就没法把它消化。如果这个铁球拿出来，肉已经不见了，就说明化学派是对的。因为人体里面其实不是一个作坊，而是有很多这种非常非常小的像酵母菌一样的东西啊，它能够潜入到这个铁球，把食物给消化掉。结果当然我们现在不用想都知道，这个铁球取出来，里面的肉已经没有了。这就让机械派跟化学派的争论啊的天平倾向了化学派这一边。但是呢，还不能宣告化学派的胜利，因为毕竟你还没有在人的身体里面找到这种让食物消化的东西。又过了几十年，到了19世纪，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叫做巴斯德，他找到了酵母菌。他算是真正推开了现代我们消化学的大门。巴斯德找到酵母菌之后呢，还没有满足，他想弄清楚到底是这种酵母菌让我们的食物消化，还是酵母菌这个菌里面的某种成分让我们的食物消化。他试图从这个活体的酵母菌里面把那里面的成分给弄出来，把那个酵母菌的那个细胞壁、细胞膜把它给破坏掉。但是当时的科学条件呢做不成功，于是呢他就得到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只有活的酵母菌才能够消化食物，于是他的理论就被叫做活力论。巴斯德除了活力论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科学成就。他有一句名言一直流传至今，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他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他讲这句话的背景呢，正值普法战争，就是德国打法国。然后由于他自己卓越的成就呢，波恩大学是德国的一所大学，给他发了一个荣誉的学位，他就把这个学位推给波恩大学了，然后讲了这一句至理名言。巴斯德的活力论呢并没有一统江湖，相反呢他受到了非常激烈的反对。当时号称化学教皇非常最著名的欧洲化学家里比希就反对巴斯德的言论。里比希认为人体的这些化学反应跟那些什么菌的死活没有关系，就是某种物质让人发生了消化这种反应，他把这种物质叫做酵素。但是里比希呢和他的支持者们呢都一时之间找不到这种酵素，所以呢两派也是坚持不下。然后又过了好多年，有个更年轻的科学家出现了，他叫希比纳。希比纳呢是第5届诺贝尔奖得主拜尔的学生，他做科学实验的能力非常的强，他就成功的从酵母菌里面呢把这个酵素给提取了出来，宣告了化学教皇里比希的酵素论的正确。比希纳呢把这种酵素取了一个名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酶我们知道很多酶，什么唾液淀粉酶什么脂肪酶。我们现在的人呢对营养学、对消化学、对我们人体的这些健康能够有这么多的认知和了解呢，都离不开刚刚讲的这几位科学家们的努力。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记得点赞关注，多多支持。我是健康管理师，我正在努力把我的频道做得越来越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